爱吃狗粮的猫。今天要分享的一本书，书名是《特种部队专用心智锻炼课》，副标是“你会真正变好，而不是假装变好”。看完之后，确实也学到很多，想分享给大家。这本书的作者是查理·恩文，他专门为英国皇室特种部队和奥运射击课程，教导部队或奥运选手在高强度的比赛中取得胜利。他擅长于顶级运动，熟悉现代五项，包含射击、击剑、游泳、跑步和跳马。也曾经在伊拉克担任英国皇家骑兵炮兵第1团排长，担任过心理学家，从布鲁内尔大学运动心理学硕士毕业，并获得国家研究生奖。在这本书中，恩文用过去的例子来说明初学者效应。初学者虽然对于很多知识都还不够熟悉，但也正因为如此，初学者不会畏惧练习，而且能享受过程中所发生一切的事情，包含面临到无数次的失败。外部的结果对于这些初学者来说，他们不会太过于看重，是拿来当做一个改善的参考依据。恩文就用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在花园打板球的故事来说明初学者效应。一开始，恩文的哥哥理所当然以强壮取胜，通常而言，弟弟都打不到哥哥投来的球。后来有一次，恩文打到球，就在哥哥去捡球的时候，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能够打到球，是单纯因为运气好吗？后来他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球以及把球杆打直，只要做好这2项就足以让击球的几率大幅增加。经过恩文的练习，哥哥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两个人之后却不再一起打板球了。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两人玩板球的动机是不同的。以哥哥的角度来看，打板球获胜一开始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不需要额外花其他心力来练习，就可以轻易取得胜利的结果，但也因此失去变得更好的机会。和弟弟恩文不同，恩文不会因为失败就不再尝试练习，反而在一次的成功中分析获胜的原因，从中找到可以努力的地方。正是由于这种心态上的差异，造成最后有很大不同的结果。这里有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关注内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矽谷的科技公司都会邀请那些动机很强的工程师为他们工作，因为当动机足够强，眼前面临到的挑战将不会成为阻止他们继续往前进步的理由。那我们要如何关注内在呢？在这本书中有提到3个基本练习的方式，分别是呼吸、主动放松和积极关注。透过左右叶法，让自己聚焦于正向的回馈，借由使用情绪来增强正向的动机，利用扩大舒适圈的方式，让自己在真正需要使用到技能的时候，能够不受到紧张的影响。右方页面可以写下实际发生的状况，写的内容要越具体越好，可以是当前发生的内容，也可以是当下的情绪，记录下这些资讯。一方面，其实对于后续再重新面对一样的问题时，能够用正向的态度来面对；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利用这些记录的内容，在练习时重现当下情绪，模拟这些情绪来临时自己该如何面对。由此可以看出，写出具体步骤正好可以帮助自己理解眼前的问题，并依据具体行动指南做事，让自己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在可以掌握的范围。相较于那些模糊的概念，大脑相对来说更喜欢可以掌握的事情。透过练习呼吸法，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放松而警惕的状态。透过吸气，交感神经会开始运作，再透过吐气，让副交感神经运作。副交感神经的帮助身体放松。另外还有提到呼吸法在不同情境下使用，比方说运动完之后，一开始可以用吸气数3下，吐气数3下，让自己获得充分的氧气。当呼吸慢慢平稳时，再改由吸气、吐气各5下。平常自己可以尝试着让自己的呼吸变得深沉，因为当呼吸变得深沉，可以在很多方面提供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呼吸也影响心跳
而心跳会影响大脑。书中有提到，心率节奏对大脑下达指令的次数会比对心脏下达命令的次数还多，而情绪和血压也有直接的关联。当人开始紧张，血压会收缩，造成血压上升。兴奋的情绪比较多时，血管会舒张，这样血压反而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要面临压力的时候要保持兴奋而不是紧张的一个很重要原因。第二个练习是主动放松，可以用渐进式放松或一口气放松来做到。渐进式放松是在每一次的呼吸专注于肌肉放松，想象每一次的吸气和吐气都能让肌肉变得更软一点。而一口气放松，先吸气保持2秒，每呼气时告诉自己放松和平静，会让自己延长比较好的状态，达到稳定的效果。第3个练习是积极关注。积极的关注包含有意义的行为、有意义的情绪，可以是感激或是决心。有意义的行为可以是一种技巧或技能，有意义的想法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正向回馈。除了这3个练习外，还可以透过冥想帮助自己重新理清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书中还有提到很多实际的案例，像是短跑选手所运用到的心态，以及那些在都市作战的特种部队是如何调试运用这些技巧，帮助自己在强大压力下依然能做出优秀表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这次的分享大家会喜欢。